都已经快12点了。虽然伦敦时间现在才9点、9、10点的样子，但是我真的已经饿得不行了，我要大快朵颐一番。雅典不仅是希腊的首都，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历史古城之一。走在这里，几乎每一栋建筑、每一块石头都能告诉你一个曾经辉煌的故事。从雅典卫城那古老的废墟开始，一直走到热闹非凡的蒙纳斯提拉奇市区，每走一步就仿佛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漫步。在探索这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迹时，千万不要错过尝试地道的希腊美食。无论是新鲜的地中海海鲜，还是香气扑鼻的烤肉串，亦或是口感独特的希腊酸奶和酥脆可口的油炸面团，每一种美食都能让你的味蕾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盛宴。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踏上这场旅行，深入探索古代文明的奥秘，同时也不忘享受那令人难忘的传统美食，体验真正的希腊风情。终于到达雅典了，队伍好长啊！因为是脱欧的原因，然后从英国飞来的飞机大部分都是非欧盟的护照，所以我们排队排了很久很久。然后现在是当地时间快已经10点多了，然后跟英国时间是差2个小时。我在欧洲旅行之中唯一一次见到这种情况的，就是在最后出关的时候，还有人专门在问你来自哪个国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担心有那种偷渡的移民啊之类的，从欧洲别的国家过来的。因为希腊是一个移民国嘛，所以相对来说这边的就是移民法啊之类的可能会比较严格一些。从机场坐了1个多小时的地铁，终于到了市区，然后现在已经晚上是11点多了，我还没有吃饭，然后是往酒店方向走。Here, thank you. Hi, thank you. 终于来到一家感觉评分还不错的地方，先看看，先填饱肚子吧。How big is it? I think one person is enough. Oh, really? Or 6, 7. I think that should be fine. Thank you very much. 我点了一个他们希腊当地有名的，像那个烤鸡肉烤串、鸡肉烤串，还有那个他们那个炸鱿鱼。我今天真的太饿了，都已经快12点了。虽然伦敦时间现在才9点、9、10点的样子，但是我真的已经饿得不行了，我要大快朵颐一番。然后据说希腊这边的料理呢，就是跟那个土耳其那边还蛮接近的，都是以肉为主。然后因为这边靠近地中海，可能这边的海鲜会更丰盛一点。Thank you。然后是他们当地的啤酒，尝一口。还不错，很清爽的感觉。我一直在打算，可能这个点再吃不到饭就得去麦当劳了。Thank you very much。这个是他们的炸鱿鱼，看一下。然后这个是它的一整串的那个烤鸡肉，先尝尝味道怎么样吧。这烤的很 juicy。很不错。烤的鱿鱼也很不错，不，炸的。希腊真的是一个肉食主义的人的天堂，我应该去尝试一下，猪肉的那个烤串应该会更棒，但是他们家没有，就只能明天再试试。你要是只能吃素的话，我觉得还真不太适合来，因为虽然他们这边会提供一些素食主义者的餐食，但是如果你不吃他们家的这个希腊这当地的肉啊、荤菜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白来了。我甚至我的主题都快想好了，我说要不我就放弃在室内旅游，我这简直狂吃好了，各种探店。最后店长还热心的送了一个这种甜点，我尝尝什么样的味道，感觉应该很甜吧，有点像是希腊酸奶的感觉，我试试。
哦，果然是希腊酸奶，很棒。早上出发，准备先去市区的雅典卫城，然后把周围附近的建筑都转一下。雅典的地铁车的那个造型跟那个外表都这么有个性，充满了艺术气息。感觉跟团的人还蛮多的，又是一大堆人，人从众啊。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雅典卫城是希腊一个非常著名的老建筑群，也叫雅典的高城，意思是建在高地上的城市，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古迹位于现在雅典城的西南边，保留下来的主要建筑有卫城的大门、雅典娜女神的庙宇、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和胜利神庙等，还有一个新建的卫城博物馆。游客可以沿着山的方向从西面上去，在山顶上欣赏到古希腊文明的精华。卫城因为这些建筑和博物馆而世界闻名，博物馆也展出了很多卫城原来的雕塑和其他文物，还有露天剧场和音乐厅等各种宏伟的艺术设施。我刚刚从那个卫城出来，然后现在去爬那个附近的一个小山，不会很高吧。现在今天白天天气有点热，然后我就戴上墨镜，蛮晒的。这个叫 Philopappos Monument， 这也是同事给我推荐的，感觉来的人不是特别多，上去看一下。这边因为有树挡着，所以看不太清对面的卫城。如果有光的话，应该会比较壮观吧，晚上的话。这边来吃点东西，这个 souvlaki 就是烤串的意思。这有 menu。Should be better because this one include beef and lamb. And which chicken part do you think? Okay, then we try this one. That's all. 这就是大概总共5欧元左右的吃的一个 kebab， 就是里面加了羊肉跟牛肉的一个卷饼吧。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这是一根应该是鸡腿肉串，然后一点这样的饼啊什么的，量也不多其实，但是就当小食吃了呗。然后是5欧左右，价格我觉得还 OK 吧，因为是鸡腿肉的原因，味道还不错。好像很热。我看看这个，这个也是类似于那种饼包的一个。它是白色的，看到没？这白色是酸奶。希腊的菜是不是万物皆可加酸奶的？它烤的还不错，里面的肉也烤得很嫩。他说是有60%的牛肉和40%的羊肉。这是网红店吗？难道？哇哦 ，amazing！ Which one do you recommend? The pistachio. Pistachio. 这是我吃过的最大的可颂吧。感觉这个可颂跟我脸差不多大。这个是开心果的，所以是绿色的。它这里面那个开心果的酱很不错，他们里面这个 cream 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吧，我觉得。一杯希腊咖啡，有点像是 espresso 的感觉吧，我觉得，因为太甜了。总之这家店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有时间来的话，推荐。来尝试一下这个叫 Fresco 的一个当地的连锁店酸奶。这我点的希腊酸奶配上那个一些水果还有坚果的，尝尝味道。
希腊酸奶完全的混合在一起，所以刚开始吃的时候会觉得分离开来的感觉，要这么拌一下才行。这种酸奶店的话，应该在希腊各个餐馆都有，不一定要非要跑这个店来吃不可，因为没有很特别的感觉，吃起来，说实话还没有我昨天晚上在餐厅里吃的那个最后送的那个樱桃配那个酸奶好吃，我个人觉得。现在正在这个市集附近闲逛，但是虽然是周末，但是可能是旅游淡季吧，人没有那么多。看看路上这个小店，一点都不拥挤，挺好的，很适合散步啊什么的。然后我现在个人觉得，如果真的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游玩的话，像雅典这种地方，1天时间都足够了。我现在已经走到了宪兵广场这边，好像他们说每天在整点的时候会有一次，就是换人仪式吧，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赶得上。现在快到2点了，还有2分钟到2点。宪法广场是为了纪念1834年颁布的最初的宪法而建造的。在宪法广场有个纪念碑，是为了纪念第1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3000名卢森堡士兵。它的顶部是象征自由和抗争的少女像。在宪法广场换岗仪式好像是必看的一个项目，每个整点都有一次仪式，在每周日11点还有一次大规模的仪式。士兵上身穿着传统军礼服，脚穿红色的翘头皮鞋，鞋头带有黑色的绒球。整个仪式下来差不多有15分钟。他们举手抬足，动作十分缓慢，几乎每一个动作都停留1秒钟左右。士兵们的动作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个个表情严肃，每一个步伐都落地有声。晚上好，我今天晚上在当地订了一家好像评价还不错的餐厅，也是我希腊同事给我推荐的。然后今天晚上的主题应该是吃海鲜吧，我觉得，因为他们家的海鲜好像评分还挺高的。再走几步就到了吃饭的地儿了。Welcome. Thank you. Please follow me. Yes. You like inside or outside? Maybe outside. Outside with a heater. I have one table in the middle or that way. That way. Yeah. Please. Thank you. 在跟服务员询问了半天，然后发现这家店竟然没有那个 squid， 没有那 octopus， 就是章鱼和鱿鱼的那个烧烤的，所以我感觉又失败了一样探店。我在想，这来雅典2天，什么时候能吃上正宗的那个鱿鱼啊什么的？感觉好难，逃出了我的掌心一样，知道我要来，所以我就点了2样，一个是蛤蜊，一个是青口吧，应该是青口贝，上了一些面包，给我上的是这个烤的小鱿鱼。我刚开始以为我点的是那个蛤蜊呢什么的。蛮新鲜的，就是不是炸的就好了。因为我更想吃点烤的，因为感觉炸了的话，有时吃太久了会挺干。它这个面包还挺有意思的，外面脆脆的，里面是那个很面的感觉。也很不错。不过到最后发现他家的这个是最棒的。给我上那个青口贝，哇，好实在的感觉，满满的一盆啊！这今天晚上是够我吃的。Thank you。这个青口贝很 creamy， 他拿了那个奶油吧，奶油煮的 steam， 然后非常新鲜，而且很爽脆，就是那个肉质。很甜呐、我想现在有个人在旁边帮我剥壳就好了。我想今天晚上这顿饭的价格大概是
30多的，30欧左右。但是我觉得30欧如果在伦敦吃的话，这个满足感肯定达不到这个标准。这地方因为是在就是游客区，所以我觉得这边的物价相对来说是偏贵一些。如果是当地人，我觉得肯定会找比这边还要更便宜的地方。虽然对我来说这个价格已经算是 OK 了吧，算比较合理，因为毕竟是海鲜嘛。大家看看今天晚上我的战果，满满一盆这个青口贝的尸体，这还不够啊，我这碗里还有很多呢。但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有兴趣的可以来试一下。我现在准备去攀爬雅典市内最高的山，它的名字叫吕卡维多斯山。然后它是怎么说呢？反正是市区最高的，然后据说是可以远眺雅典是整个市区的景色。其实还蛮高的，其实就是因为我已经爬了几十个台阶上来之后，然后又要再坐那个缆车上去，这是唯一的办法。然后现在我还要再等20分钟左右，等下一趟缆车过来。哇，天哪，竟然没有人！估计大家都是开车上去吧。哇，这灯还蛮震撼的，像穿越了一样。哇，它这上面的设施还蛮全的，你看，还有酒吧、餐厅。我现在到顶上看看夜景。利卡维多斯山丘是雅典最高的山丘，海拔约277米，是观赏雅典市及其周边，尤其是夜景的最佳地点。随着太阳落山，雅典的灯光逐渐亮起，整个城市被一片温暖的光辉所包围，创造出一种魔幻般的景象。卫城和其他古迹在夜间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神秘而庄严，为观赏者提供了一个难忘的视觉体验。今天天气非常好，雅典那个大晴天。然后我今天就到这个附近的这个海边来走走，转一转什么的，晴空万里。市区大概坐地铁，40分钟左右的地方吧，反正是在海边。这港口对面都是喝酒啊、聊天的希腊人，感觉他们生活好惬意啊。哇，这对面的小房子，一排排房子还挺漂亮的，还有层次感，特别像我之前在意大利，就是逛五渔村的时候，然后那种层峦叠嶂的感觉。但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港口了，其实，这雅典附近的，然后天气真的很棒，旁边都是船啊什么的，停靠在码头。天气好的话，我觉得很推荐大家来，反正应该是夏天吧，如果来的最好的时机。现在来到一家离那个市区游客稍微偏远的一点地方，有点像是当地的一家苍蝇馆子的感觉。然后感觉这边的人比较 local 一些，所以我想试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这是店长给我们推荐的当地的那个啤酒，尝一下。不错，这个肉丸呢也是那个希腊当地的美食之一，它这个好像是炸过的，现烤出来的。它这里面放了那个mint，放了薄荷，我说怎么吃着有股薄荷味道。然后它这肉应该是猪肉，里面炸的还外面虽然炸的很焦，但里面很 juicy， 我觉得。我建议可以撒挤点那个柠檬汁吃，这样的话可以去掉一点腥味，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味道，那我是 OK 的。这家店还不错，我觉得人没有那么多，而且远离闹市区，我觉得很适合来。你要到市中心之后的话，店虽然好的餐厅确实也很多，但是各种都是拉客的呀那种，就让我感觉每次
像是会被骗的感觉，我就总是避而远之。但是说不定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店吧。鱿鱼也上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对，这是章鱼腿，这不是鱿鱼腿。来了那个雅典好几天，终于好像吃到了它的那个就是当地的著名的章鱼腿了，还蛮开心的。这个也撒上柠檬汁。不错，这个烤章鱼腿。它烤的不老，然后章鱼吃起来就是很新鲜的味道，没有任何异味。哇，好棒！我这几天真的是跟章鱼他家过不去了，一定要吃到他的家人的感觉。前几天吃的鱿鱼我感觉都吃的不够，一定要吃章鱼。其实刚才我在点菜的时候，我还在点了一个炸鱼、炸小鱼干什么的，然后那个服务员他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说 "Are you sure？" 他就想问我，你这些东西真的吃得完吗？他说你要是不够的话，等我再点。我觉得他的那个劝解是对的，因为这些量的话确实也不小，对我来说。雅典当地的餐厅其实很多我还没有时间去吃，因为今天就得回伦敦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下次。Thank you。我点了一个最基础的那个 honey， 还有那个 cinnamon 的那个 donuts， 然后再配了一杯咖啡，也是他们当地的那个叫 long coffee。但是因为我怕太甜了嘛，所以我就配了一杯这个苦的。它吃起来就是国内的麻团的感觉，里面很蓬松，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面团的嘛，炸面团嘛，只不过吃起来就是口感不会那么油，我觉得。然后我点的是这个蜂蜜跟那个 cinnamon 的，所以说是比较基础的。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层次丰富一点的话，可以加点 nuts， 或者是加点这个抹茶呀，或者什么这个一些还有巧克力啊在上面，层次更分明一些。最基础款的话就是这个蜂蜜跟那个 cinnamon。然后我一般怕太甜，我就再点一杯咖啡。我本来以为它这个会是致死量的这个甜味，但是还好，没有我想象那么甜。如果是不加蜂蜜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味道的。所以你们怕太甜的话，完全就可以点那种就是最基础的。然后如果再加一些料的话，就是不要加什么 chocolate 啊这些 Nutella 啊这些，就是加 nuts 就好了，最多加点坚果。在雅典的街道漫游，感受那古希腊的智慧光辉，每个角落都散发着艺术的韵味。若想换个角度游览，让美食成为你的向导，这样的旅程别有一番风味。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中，随着香气漫步，从地中海的海鲜到美味的烤肉，每一位都是对雅典的深情告白。在这里，你可以用双脚探索古老的遗迹，用味蕾享受地道的风情。当夜幕低垂，繁星点缀，雅典化身为一首流传千古的诗，等待着各位来细细品味。